波斯灣的戰火終於停了，大家都以為這是世紀大和解，但火力軍勸你先別急，你去看看那份備忘錄上的停火期限為什麼是短短的60天。這是一件反常的事情，大家試着想一下，以美軍那種能單方面開啟上帝視角，隨時能呼叫逆蹤戰機洗地的霸主級實力，槍管都已經直接懟在對手的腦門上了，為什麼最後卻只簽了這麼一份短到讓人錯愕的現實停戰協議？是美軍已經拿到了所有想要的籌碼，還是在這場高烈度的对抗中，他們表面上看起來風光無限，實際上已經不得不利用停戰去消化了難題？美軍在波斯灣展現出的統治力依然是碾壓级的，但這場博弈卻撕開了一個冷酷的現代戰爭真相：即使是世界第一的武力，在面對鋪天蓋地、無休止的不对稱消耗戰時，也會在徹底掃平和成本之間選擇一條更現實的路線。而這個血淋淋的真相，如果放到台灣，究竟是高枕無憂的安全感，還是讓人脊背發涼的警鐘呢？今天我們就來撥開這60天的迷霧，看看美軍在波斯灣的這波極限交鋒中到底打出了怎樣的底牌。這份按着秒表倒數的停火協議背後，又有什麼關乎台灣生死存亡的啟示？要搞清楚這份60天的備忘錄是怎麼來的，我們得先把時間線往回撥，看看在這短短1個月內，波斯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場衝突並沒有按照好萊塢大片的劇本來走，我們可以把这場高烈度交鋒清晰地劃分為5個階段。5月1日，衝突爆發的首日，美軍啟動了史詩憤怒行動，這完全是一場美式空中統治力的天花板展示。雙航艦打擊群配合 B-2 逆蹤轟炸機和 F-35 編隊，在極短的時間內，用防區外精準飛彈直接把伊朗南部的大型防空雷達網和飛彈發射陣地炸成了真正的廢鐵。這一步美軍打得非常乾脆，這不是傳統的陣地戰，這是單方面的。但就在所有人都以為美軍要摧枯拉朽的時候，戰局在5月3日迎來了離奇的反轉。霍爾木茲海峽鎖喉戰爆發，面對第一波空襲，伊朗展現出了恐怖的不對稱反擊能力，成千上萬架低成本的自殺式無人機、巡弋飛彈，夾雜着智慧水雷，瞬間封鎖了整個海峽。隨着多艘外籍油船遇襲，國際油價直接飆破天際。這一戰證明了一個殘酷的真相：再頂級的神盾艦，再嚴密的防空網，也無法在第一時間完全防住這種不要命的蜂群飽和攻擊。高精尖武器在海量的廉價耗材面前露出了疲態。面對海面上的泥濘，5月12日衝突進入第2周，美軍的情資網絡開始發威，順勢推進了第3個戰略目標：精準斬首。既然在海面上拼防空攔截的賬單太難看，那就直接拔掉對手的大腦。美軍利用無人機去敘利亞和黎巴嫩邊境，精準驚逐了數名伊朗聖城旅的高級指揮官，瞬間斬斷了伊朗對外圍代理人的指揮鏈。然而，被砍斷神經的代理人們並沒有癱瘓。5月15日，戰局爆發了第4波高潮，紅海和黎巴嫩多線展開全面襲擾，駐中東的美軍基地天天面臨火箭彈的威脅。更棘手的是，一架美軍 F-15 翼戰機在執行任務時，意外在扎克羅斯山脈附近墜毀，戰場的焦點瞬間轉移，變成了一場極度驚險的生死大搜救。雖然空降救援隊成功搶回了飛行員，但這種到處救火、隨時可能折損高價值目標的拉鋸戰，讓華盛頓高層立刻感受到了泥足深陷的政治被動。眼看戰火蔓延的成本越來越高，美國海軍終於祭出了絕招。5月21日，全面海上封鎖，這是一種不見血但最致命的絕對扼殺。美軍直接鎖死了伊朗的港口，切斷了對手的石油出口命脈，同時掐斷了所有外来零組件的補给通道。不管你的無人機造價多便宜，只要賺不到美金，買不到晶片，戰爭機器就會面臨經濟休克。這5個階段交織在一起，把波斯灣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消耗黑洞。美軍展示了壓倒性的體系破壞力，但後勤與政治風險的成本正在成倍放大。而伊朗雖然扛住了初期的猛攻，但國家命脈已經被徹底掐斷，誰也沒辦法用可接受的代價一口吞下誰。於是雙方才不得不暫時收起武器，走進了比爾根山的會議室。看着電視裡外交官們在比爾根山舉杯換盞，很多人長舒了一口氣。但如果你仔細拆解這份備忘錄的附加條款，你會感到一陣切實的寒意。這不是什麼放下仇恨的和平協議，這是一場冷酷到極點的利益置換。在封閉的談判室裡，雙方連表面的客套都省了，直接把各自的底線砸在桌上。交易的核心條件非常直白：第一，伊朗必須立刻停止高達 60% 的濃縮鈾提煉，並且無條件對國際原子能總署敞開福爾多等幾座核心地下核設施的大門。同時，必須喝令胡塞武裝組織和珍珠黨這些海外代理人停火，保證霍爾木茲海峽的油輪通行。作為交換，美國及其盟友承諾暫緩對伊朗本土的空中打擊行動，鬆開海上封鎖的鐵閘，允許特定配額的伊朗原油進入國際市場，甚至解凍了部分被扣押在海外銀行的外匯資金。
表面上看，大家各退一步，海闊天空，但說穿了，這等同於雙方在交換人質。美國解開了絞在伊朗脖子上的經濟套索，伊朗則放過了被掐住大動脈的全球能源供應鏈。至於造成這場戰爭的根本矛盾，那個讓以色列廢棄南安的核武計劃，其實一個都沒解決。那為什麼這份備忘錄的效期偏偏卡在60天？多給1個月不行嗎？少1個禮拜不行嗎？這個數字絕對不是談判桌上為了湊整數拍腦袋決定的。在國際地緣政治的精算師眼裡，60天是雙方在物理、經濟和軍事上能夠容忍的最大公約數。我們來看一下，停火的第一步是國際原子能總署必須派人進去核查。大家要知道，這可不是去倉庫點交貨物那麼簡單。核查人員要帶着重型防輻射裝備和精密儀器，進入那些剛被美軍鑽地彈炸過、隨時可能坍塌的地下設施。他們需要重新安裝被破壞的監控鏡頭，提取環境樣本，清點殘存的離心機數量。這些樣本還要送回維也納的總部進行光譜分析。最後再把長達幾百頁的核查報告擺到聯合國的桌面上。這套繁瑣但必須嚴絲合縫的勘驗流程，走完最短的物理時間就是2個月。接着來看，站在伊朗的角度，他們之所以願意坐下來，是因為國庫真的見底了。在美軍絕對的海上封鎖下，伊朗內部通貨膨脹飆升，物資短缺逼近臨界點。他們急需把解凍的外匯拿回國內，急需看到原油裝上油輪，換成美金來平息內部壓力。從油輪駛出波斯灣到資金透過第三方管道繞過結算系統，最終落袋為安，剛好也需要2個月左右的周期。所以60天就是伊朗經濟斷氣前的最後一口氧氣，最後也是最神秘的一筆軍事补給賬。很多人以為這60天美軍只是在靜靜等待核查報告嗎？別天真了。火力軍前面提過，美軍為了攔截鋪天蓋地的無人機和巡弋飛彈，神盾艦上的垂直發射管可是清空了不少。這些造價昂貴的標準2型、標準6型防空飛彈，不是按個按鈕就能在海面上自動生成的。他們需要從美國本土的兵工廠下線，裝上龐大的海上補給艦，跨越大西洋和地中海，或者穿過太平洋來到中東。這種跨越半個地球的彈藥後勤調撥，光是航程和裝卸就要耗費大量時間。對美軍的航艦打擊群來說，這60天是一段寶貴的冷卻 CD。他們需要利用這個視窗重新填滿彈藥庫，檢修高強度出擊後妥善率下降的 F-35C 和 B-2機隊。同時，伊朗的革命衛隊也沒閒着，他們正在把殘存的防空系統化整為零，把更先進的离心機往更深的山體內部轉移，修補被炸毀的雷達盲區。看清了這個邏輯，你就明白了，這場比爾根山會議根本不是大家放下武器馬放南山。真實的畫面是，美國和伊朗的雙手依然死死按在各自的槍托上，他們只是冷冷地看着对方，往後退了一步，強行拉開了一個防走火的安全距離。大家都在利用這個60天的空檔瘋狂回血，重新裝填彈藥。這60天根本不是和平的開端，它是一個正在倒數、壓力不斷攀升的高壓鍋。世界並沒有變得安全，大家只是在屏住呼吸，死死盯着牆上那個滴答作響的秒表，等待它歸零的那一刻。隨着牆上的倒數計時器一天天跳動，全世界的情報機構和金融巨頭都在瘋狂推演同一個問題：當第61天的太陽升起時，波斯灣迎來的到底是和平的曙光，還是更猛烈的炮火？在火力軍的沙盘推演裡，未來的走向其實已經被鎖死在2個極端的劇本裡。我們先看第一個劇本：艱難的妥協與冷和平，發生幾率40%。這個劇本的前提是，伊朗最終沒能扛住極限施壓的經濟窒息，在內部物價失控和民怨沸騰的壓力下，德黑蘭的高層被迫咽下苦果，同意把大部分提煉好的高濃度濃縮鈾裝上俄羅斯或歐洲的運輸機運出境外，並徹底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那種連下水道都不放過的屈辱核查。作為回報，美國分階段甚至是永久性的解除關鍵的經濟制裁。如果這個局面達成，華盛頓將迎來一場政治狂歡，白宮的執政團隊會把這塑造成地緣政治的超級豐碑，華爾街會因為油價暴跌而開啟香檳，全球供應鏈重新恢復順暢。但你以為這就是童話故事的大結局嗎？在真實的國際博弈裡，沒有拔除的病根只會長成更大的毒瘤。這份妥協僅僅是凍結了伊朗的核武進度，但伊朗耗費數十年砸下重金在整個中東打造的抵抗之湖代理人網絡依然完好無損。胡塞組織、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這些武裝力量只是暫時把飞彈收回了地窖。只要伊朗經濟回血完畢，這套龐大的非對稱作戰機器隨時可能在下一個地緣危機中捲土重來。這不是和平，這只是一場中場休息。接着我們來看第二個劇本：談判破裂，發生幾率60%。為什麼開戰的幾率反而更高？因為很多人忽略了這場棋局裡一個完全不受美國控制的致命變數——以色列。別忘了，在瑞士比爾根山的談判桌上，並沒有以色列代表的位子。對於美國來說，中東只是全球戰略棋盤上的一角，油價和選票才是核心。
但對於以色列現任政府來說，一個距離擁有核彈只有一步之遙的伊朗，是關乎亡國滅種的絕對生存危機。內塔尼亞胡政府絕對不會容忍美國為了國內的政治利益，去對一個誓言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的死敵妥協。如果在60天的核查期內，伊朗玩弄文字遊戲，或者國際原子能總署在某個地下掩體裡發現了未申報的離心機軌跡，又或者以色列根本不打算等着60天結束，直接對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發起大規模地面肅清行動，主動引爆這顆地雷。一旦戰火重燃，局勢將瞬間失控，直接進入第2階段的終極毀滅戰。到那個時候，美軍的打法將徹底改變。在第1階段，B-2逆蹤轟炸機只是在拆除防空雷達，打的是剥奪戰。但在第2階段，一旦確認談判破裂，美軍將不再有任何克制，打的會是純粹的戰火洗地。請大家試着想象那個畫面，在波斯灣的深夜， B-2彈艙門再次打開，但這次落下的不再是普通的精準炸彈，而是美軍武庫中最恐怖的常規大殺器 GBU-57巨型鑽地彈。這種重達3萬磅、長得像一根巨大實心鋼柱的怪物，完全是為伊朗福爾多和納坦茲那些深埋在幾十公尺厚岩石和鋼筋混凝土下的核設施量身打造的。當 GBU-57帶着巨大的動能砸向花崗岩山體時，它不會立刻爆炸，它那高強度的特殊合金彈頭會像切豆腐一樣硬生生鑽透60公尺厚的地層，直達地下深處的離心機大廳，然後內部的引信才會引爆幾千磅的高爆炸藥。那種在封閉地下空间內產生的極高壓衝擊波，會把造價上百億的核設施連同裡面的科研人員，在一瞬間擠壓成物理學意義上的肉泥和粉末。一旦美軍投下這顆炸彈，這就意味着徹底撕破臉了。中東將瞬間滑入全面戰爭的深淵，伊朗殘存的所有飛彈會傾巢而出，霍爾木茲海峽將被徹底炸成死海，周邊的煉油廠、海水淡化廠全都會成為殉葬品。這不再是只屬於中東的噩夢。隨着全球能源大動脈被徹底切斷，從紐約到東京，每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都會感受到那種劇烈的震盪。那麼，面对這樣一個連超級大國都投鼠忌器的戰爭泥沼，在地球的另一端，台灣又能從這60天的生死時速中讀出什麼啟示呢？看着波斯灣漫天的硝煙，大洋彼岸的台灣此刻絕對該陷入深深的沉思。一直以來，很多人心裡有一種擔憂，台灣在面對危機時何去何從？但這場中東風暴揭示了一個真相：現代高烈度戰爭就是一個連世界唯一超級大國都感到吃力的無底洞。大家仔細想想，當美軍面对一個根本沒有制空權、經濟早就被榨乾的對手時，為了防範那些幾萬塊錢的低成本無人機蜂群，為了維持昂貴防空飛彈的消耗速度，為了不讓自己被徹底拖入長期的消耗泥沼，最後都不免要選擇坐下來，簽下一份妥協的備忘錄。這給台灣最清醒的啟示是什麼？那就是一直以來的不對稱作戰思路是完全正確的。當危機降臨在這座島嶼時，面對排山倒海的飽和攻擊，那些高精尖武器的消耗速度絕對會遠遠超出所有沙盤推演的預估。連拳頭最硬的美國在面對落後的伊朗，都會因為地緣糾葛與高昂的後勤賬單而投鼠忌器，甚至被迫妥協。而台灣擁有大量資本，沱江級就是航艦克星，天弓和雄風更是擁有着極高的本土適配度。世界正在变冷，舊的秩序在波斯灣的浪潮中搖搖欲墜。接下來的60天，不只是中東的生死时速，更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的2個月。歷史從不重複，但總是壓着相同的韻腳。當瑞士飯店裡的鐘聲敲響，全世界都在屏息以待。當第61天太陽升起時，帶給這個世界的究竟是和平的曙光，還是徹底毀滅的巨響？好了，關於這60天的停火風暴，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你認為60天後戰火會再次點燃嗎？而台灣又能從中得到什麼警醒？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